好了，大家，我现在手里的这款手机呢，就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 iOS 18啊。我给大家简单快速的介绍一下。首先，壁纸啊，这是我每次最喜欢的。这次是一个粉色和蓝色相间的这样一个壁纸。第二个呢，就是增加了对主屏幕的调整。之前 iOS 所有的应用都必须顶格排列，对不对？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可以把它随意排列了，排列到下方。所以理论上来说，你就可以自己创建一个空间，比如说这个空间，你的壁纸这里，对吧？有一个。比如说宠物的头像啊，或者说家人的头像啊，这样这个位置就可以空出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在这个编辑这个位置呢，下边增加了一个自定义功能。如果我选择自定义，大家看屏幕下方呢会出现4个图标，分别是图标代表的颜色。比如说现在是自动的，那它就是默认的颜色。如果我选择深色，大家看这个屏幕上的原生应用啊，看到吗？就变成了黑色的。你也可以选择浅色。你也可以选择以着色，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对不对？绿色，或者选择蓝色，或者选择紫色、粉紫色。比如说我现在选择大，哎，看到了吗？它会把下方的那些字给消失掉，然后让这个图标进行大图标的显示。哎，这就是默认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部分的更新呢，就是控制中心。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控制中心。它带来的哪些更新呢？首先，它的每个图标呢变得更加圆形了，对不对？其次，控制中心可以上下滑动切换页面了。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页面呢，就是音乐页卡，再往下滑动，这个是家庭上的这个智能应用页卡，然后再往下滑动，这个就是一些常用的图标。而且大家看啊，我是可以从控制中心往下滑动之后，直接你看我手不离开屏幕，快速的在不同的屏幕之间进行切换。在这个界面中呢，我可以通过长按这个屏幕添加控制中心的图标，然后未来这个接口也开放给了个第三方，所以第三方的开发者呢也可以通过在这里添加不同的应用，然后把他们的第三方应用集成到这个控制中心当中。这次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功能呢，就是对某款单独的应用进行隐藏。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手机要借给比如说同事啊，或者说家人啊，分享一些应用，那保不准他拿到你的手机之后呢，就会翻看你的，对吧？不同的应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的照片，比如说长按，然后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 Require Face ID， 就是要求你的 Face ID 识别。下次当你想点开这个照片的时候，它就会要求 Face ID。如果你正在使用这个手机的人没有通过 Face ID 的识别，那这款应用照片里就无法被大家看。还可以对某款应用进行隐藏，比如说我现在想把这个顺丰速运这款应用进行隐藏，这时候我就可以长按，然后选择 Require Face ID， 看到了吗？他说除了需要 Face ID 之外，还可以选择隐藏，我把它隐藏掉，让我确认一下，哎，这款应用就没有了。这款应用呢，现在就只会出现在设置菜单当中，然后在你的主屏中就没有了。那我们去哪里找这款应用呢？我们翻到最后一栏这个 App 资源库，这里看到了吗？有一个已隐藏的这个应用。这个应用呢是如果没有你 Face ID 授权，别人是看不到的，只有你点击它，然后通过 Face ID 来识别，才能查看你的已隐藏应用库。我比如说我现在识别一下，哎，看到了吗？这就出现了，然后我可以把它再重新添加到主屏幕，按 Hide 又出现在这里了，看到吧？另外这一次相册应用进行的重设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大部分同学的相册，对不对？现在它支持从下直接往上滑，大家看一下，当我滑动的时候，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最近日期，它是根据你不同的日期来排列你当天的这个照片，看到了吗？这是5月26。这是5月19，这是5月7号，然后在下方会根据你家的比如说你的人物啊、宠物啊来进行分栏，然后在这个位置，你可以通过左右滑动，比如说看这里有一个精选照片，然后比如说这里有宠物照片，比如这里有视频类照片，然后在这个位置左下方呢，它会出现有筛选和显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照不同类别来进行筛选，比如说我只选择视频，那现在出现在我的这个屏幕当中的就只有视频了。这次还有一个新功能，我相信很多同学很感兴趣，就是这个密码功能。密码功能呢，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把你日常所有的密码全收录在这样一个应用当中，然后你如果进入这个应用的时候呢，是需要 Face ID 来进行识别的。识别完成之后按照不同的 A、B、C、D 这个字母开头，然后每个应用都可以显示你的不同的网站啊、不同的账户名啊、不同的密码啊，然后点击这个密码的时候，密码就会出现了。而且这款密码有个比较好的点，就是它可以在你的所有应用中自动的去填充比如说你的微博，
你以后登录你的微博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手动输入密码了，它会自动的把你微博密码给你填充到这个应用当中啊，就是一个全局性的密码。而且这个密码呢是在iOS 设备、iPad 里边、Mac 里边也是跨设备通用的。这次地图功能有一个更新，就是它增加了地形显示。这个功能我相信对于很多爱户外旅游的同学应该很有帮助。然后这个位置它会收录你不同的这种户外行走的信息，比如说这里面有长度是4.1公里，最高点海拔多少公里多少米，然后最低点海拔多少米，总距离是现在距离这里是多少公里，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呢你可以实现离线下载，就即使在比如说野外信号覆盖不佳的地方，你也可以快速的通过这个离线地图来查找你的路线。这次还有一个辅助功能，我个人非常喜欢。设置当中选择辅助功能，然后新增了我们之前已经预告过的眼部追踪。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当打开这个眼部追踪的时候呢，它首先会让你盯着屏幕上的一个小点来确定你的眼球位置。比如说，好，现在我先看左上方，然后正中上方，然后右上方。好，当我的眼神已经捕捉完所有的点的时候，大家看，我现在就是在通过我的眼神去控制这个光标，你能看出来吗？这个时候你停留你的眼神，它就相当于一个确认，看到了吗？比如说我现在在通过我的眼神进入刚才的那个眼部追踪，哎，看到了吗？这个功能我相信对于比如说肢体本身存在障碍啊，或者说像渐冻症患者，他们比如说用手不方便去控制这个设备，那其实用眼球追踪就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交互，对不对？以上这些就是我刚刚体验过的一些功能，其实还有很多功能，我现在目前还没有挖掘出来。比如说大家非常期待的通话录音功能终于来了。而且这个通话录音功能呢，目前是支持普通话，也支持广东话的啊。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功能是如何开启。我看发布会上演示呢，是可以在来电话的过程中开启通话录音，它同时在录音的同时会自动的把你的录音转写成一个文本啊。这个功能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另外呢，就是对于 AirPods， 目前有个功能呢，就是如果你在连接 AirPods， 你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你这时候你不方便说话，但想挂断电话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摇头去挂断，通过点头去接听，这是 AirPods 上的一个升级。然后另外这次 iOS 还增加了全新的游戏模式，就是当你进入一款游戏的时候，它会主动的减少后台的活动，从而去保证有更高帧率的游戏表现。当然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关于 AI 部分。苹果在发布会上表示呢，他们的目前大部分的 AI 能力应该都是在自己在做的，就是在端内去实现的一个算法。当端内算力不够的时候呢，那苹果会把这个需求发到私有云上啊，从而实现既保证顾客隐私的同时，去保证一个 AI 算力的生成。这一次呢，还和 ChatGPT 合作，就如果你所涉及的领域，比如说像医疗啊、教育啊，就是某一些领域是可能是需要某个单独领域进行大模型学习的，苹果这部分还没有学习很好的前提下，那么可以去接入 OpenAI ChatGPT 的那个入口啊。当然，我知道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应该是国内跟哪家 AI 厂商、本土的 AI 厂商进行合作了。据我现在的了解，目前呢还没有开始进行这个部分啊，应该目前还是开始在寻找，还是在一个海选当中啊。所以说大家比较期待哪一家，或者大家不那么期待哪一家啊，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说弹幕里留言啊。现在我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升级的，因为现在这个耗电量非常的高，可以再等一等啊。今年9月正式版本即将上线。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